绑上了岁月熟悉的发髻，隐藏太多心事秘密。走廊边残花又不舍放弃，细数前世芬芳两泪，眼看着落花如雨，满天空记忆飘零。风里纷纷飞过，片片谁的叹息？环绕的蝴蝶，美丽多情，到头来只是路过光景，迷失了自己。我听见落花不语，远方传来声声叮咛。深夜依稀听到世间轻轻哭泣，越想要珍惜，越容易让爱从指缝间逃逸。吴老板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什么事啊？凤姐请吴老板说话。昨晚那个小涂家来了，他来干什么？他说要帮你赎身。王老板，你别心急嘛。红玉现在可是吴老板花重金包下的女人，吴老板愿意出来会你，可见他对你是十分尊重的。之前有人想要找他谈，他理都不理呢。哎，王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哎呀，你也是男人，应该知道，男人在温柔乡、美人窝是最不想离开的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你对我的女人有兴趣啊？啊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老板娘说想让红玉小姐离开这里，得先问过你。是啊，红玉现在是我的女人啊，我在她身上花的钱呢，可不是小数目啊。每个月我要供养她的娘，也就是凤姐。说多少钱？红玉虽然是我的女人，但是也是凤姐的女儿。在凤姐还没有答应之前，我是没有资格跟你谈价钱的。开个价。哇，洪老板真爽快！哎呀，我就靠红玉啊帮我养老啦，买间屋子，再存点老本，我看也要20-30万吧。20-30万？哎呀，凤姐，20-30万就答应让红玉离开你，你真是太瞧不起黄老板，还是觉得红玉只值这一点钱呢？哎呀，我该死，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啊，黄老板，我只是不想让你觉得我在卖女儿。不是卖，那又何必开价？黄老板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天底下哪有白白让女儿出嫁却不要聘金的？我不是要娶红玉，我是在帮她赎身。哎呦，现在是什么年代啊？哪有赎身这回事啊？你说的我好像开妓院一样。你就是在贩卖人口啊！哎呦，黄老板息怒啊！啊，凤姐是生意人，开口闭口就是钱，不止对你，对我也一样。你呀，势利眼的你。吴老板，我现在就只剩下红玉这个女儿，我不靠她，我靠谁呀？那黄老板就是你的大金龟啦！哎，黄老板的母亲啊，是大名鼎鼎的女商人，三本月娘，别说20-30万，200-300万也没有问题呀。哎呦，那我可不敢要哦。哎呀，不过啊，只要再加多1倍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就折中一下50万吧。行，那就50万吧。黄老板，啊，我这边呢就当交个朋友，分红不要，红玉就送给你啊。不过朋友就要朋友之道，希望令堂和黄老板不要介意跟我这个汉奸走狗做生意啊。我的要求也不多，第一就是请令堂吃个饭，谈谈合作意愿。我们谈妥合作计划之后呢，第二我会请几个记者吃个饭，写新闻、拍照，也让我沾一沾令堂之光啊。哎，黄老板，你先别走啊，茶都还没喝完。回去考虑考虑吧，红玉等着你啊，结果他出火坑了。说，你这贱人，
你是不是给那小白脸抛媚眼，在桌子底下勾他的脚，摸他的手？要不然他怎么会跟你赎身呢？是，我是给他抛媚眼，我是想要勾引他，我恨不得他马上带我远走高飞，因为我天天看到你这张像猪头的脸，我就恶心，就想吐。我要你睁大眼睛看看我，看我怎么折腾你，怎么糟蹋你！打我！过来！打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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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娘娘，我回来了。看你这样子，好像不怎么起劲，怎么了？失望而归？失望什么？你这次去新州不是去找人吗？我做什么事都逃不过你这双法眼。我们在新州的业务一切如常。这次你急着要过去，肯定是有别的事要办。我这次去新州，你不是跟我说一定要见见淑琴阿姨的女儿新娘？是啊。我根据线索找到翡翠川的张家，还以为新娘就是我要找的人。新娘是小猪头？我以为是，结果不是。那你有跟新娘谈话吗？她是个怎样的女孩？她很内向，也很害羞，我跟她连一句话都没聊上。是吗？淑琴和姨娘口中的新娘是个活泼开朗、敢作敢为、胆大心细的女孩。我也只是匆匆见了她一面，也没多谈，可能流于表面印象吧。你可真是来去匆匆，匆匆的去了张家，又匆匆的赶去帮人赎身。马六甲女富商儿子看上烟花女，出价千金，跟新州大头家抢人。这是谁说的？谁在胡说八道？岂有此理！一定是那个姓吴的干的。哪个姓吴的？吴德，他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能为所欲为，包养了乌龟婆的女儿，也不是亲生女儿，是乌龟婆买来养大当摇钱树的。吴德把那个女人折磨得遍体鳞伤。像吴德这样的老狐狸，你应该避之唯恐不及。还有，经营那种风月场的女人，什么人没见过？你一个嫩少爷是那种女人的对手，你也太莽撞了。我知道你心地好，但是这世界不公不义的事实在太多了。你帮得了一时，又能帮得了一世吗？我不是说就因为这样你不去帮人，但是你要用对的方法。娘娘，你不担心我会把你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给毁了吗？毁了就毁了吧。我从一无所有开始，再回到一无所有，也没什么损失。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从中吸取教训，能够从挫折和失败中站起来的人，才能屹立不倒，知道吗？二少爷，陈主任来了。
东豪，稀客啊？哦，是我叫他来的。待会我们要去见个外国客户，叫他一起来，免得还要跑公司一趟。哦，我先走了，好好休息啊。慢走啊。嗯。阿燕，东豪，副总经理，小声说话。对不起，副总经理，我们预先通知就上门了。边走边说吧。我查了凤姐的事，她有几个养女，但是年龄都不对，而且都被凤姐转手卖了。就有一个叫周红玉的，现年18岁，是凤姐在14年前跟人口贩子买来的，现在还在凤姐手上。有个叫吴德的富商高价包养了她。他们说的很小声，有一句没一句的。我好像听到一个名字叫凤姐，还有什么养女，哦对，红玉，还有说什么18岁，这红玉18岁，还有一句说是还在凤姐的手上。红玉18岁，养女还在凤姐手上。二小奶奶，你怎么了？走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燕姐，你到底跟我娘娘说了什么？你看我娘娘脸色那么苍白，好像受了什么惊吓。我没有啊，新娘小姐，是二小奶奶让我。阿燕，这里没你的事，你去忙。哦，等等，凤姐是谁？你看着我娘娘干什么？我在问你，凤姐是什么人？隔壁新来的同乡。是隔壁新来的妈姐，还是同乡？我看两个都不是。娘娘，你这几天神不守舍，是不是跟这个凤姐有关？我也认识一个叫凤姐的女人，我不知道燕姐说的凤姐是不是她。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在大门内开了间俱乐部，专门招待有钱老板。她有个养女，叫红玉。红玉？怎么，你们也提到红玉了？凤姐、红玉，那肯定就是他们了。新娘，你把这2个人的事情跟我说一说。娘娘，那乌龟婆的俱乐部就在这里。下车。娘娘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非来这里不可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二小奶奶，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们很担心的。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你们是谁？我都不认识你们，问东问西，浪费我的时间。这位大姐，我们只想跟红玉姑娘说几句话，拜托你了。走走走，不瞎你们的钱。走啊！爸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爸和我是来见一个人。红玉，这里不欢迎你们呐！走，全部给我走！妈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华成辉，我都记得。我看见华成辉的人是你吧？就要火烧屁股了，还在这里讲那么多废话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救火啊！楼上着火了，把娘娘跟我快点！谁给你们？哎，谁给你们上去的？不准上去！跟我下来！上去怎么帮你救火啊？哎，下来！啊，娘娘跟着我，红玉的房间就在这里。你们进去看看。红玉，
认得我吗？啊？救我！娘娘，她叫我们救她。救我！我们一定救你。 放手！放手！放手啊！不能抢人！爹放手！走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走开！凤姐，凤姐，他们来抢人，他们要带走红玉啊！你们是谁呀？光天化日敢抢我女儿？东浩，这边交给你。我知道，你们快送她去医院。把她！走，快！哎，别走！快上车！喂！ 喂，你们不要走啊！凤姐，你们不要抢人！先听我说。抢人来呢！不要走啊！乌龟婆阿妈姐，你们涉嫌囚禁、虐待、侵犯人身自由，洗干净屁股等着坐牢吧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新娘啊，爸和娘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。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。红玉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对吗？她才是你们一直心心念念、一直寻找的安安，不是我。对不起，让你们错当那么多年的女儿，白疼了我那么多年。你在说什么傻话？我们感激你这么多年来陪在我们身边，带给我们快乐，又带给我们温暖。对呀，这个家因为有你，才充满了笑声。我们有了你，你妈妈有了你，日子才过得特别有意义。你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啊！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，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不，我们一早就知道。所以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才对。我们明知道你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我们还将错就错，把你留在身边。只因为我太想念我的安安，只因为我希望你的到来可以让张家恢复正常，可以让妈妈的身体好转，所以我才这么自私。
从朱娘身边把你夺走，对不起。娘娘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这些年来，你养育我，供我读书，教我人生道理。没有你，也没有今天的我。新娘，上天眷顾我们，他让我们拥有了你，也让我们找到了安安。你妈说的对，安安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你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永远都是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女儿，永远都是。阿伯，我萨拉丁耶，你还有一个女儿啊！天哪，二嫂知道你这风流债吗？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我说的女儿是安安。二弟啊，你说的我都糊涂了。安安不就是新娘吗？是啊，怎么又多出一个安来了？新娘并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你是说，新娘是冒牌货？三弟，不许你这么说。新娘在我和淑琴心中和亲生女儿没两样。二哥，你别生气，我只想搞清楚状况。你是说，你找到了真正的安安？二哥，你确定吗？我们根据线索找到了一个女孩，她的年龄、经历加上身上的特征都吻合。既然确定了，那还等什么？马上把她接回来啊！没那么容易。她的养母是个开俱乐部的，开口就要一大笔钱。俱乐部，那些有钱头家喜欢作乐的地方。安安被人口贩子卖给叫凤姐的女人，这些年，安安都是过着非人的生活。二哥，这种捞偏门的女人眼里只有钱，小子女落在他们手中，肯定没好日子过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安安接回来。他们要多少钱？我们给，不能给钱，那是人口贩卖。我们要告到他坐牢。问题就出在他办了正式的领养手续，我们仅凭身上的特征，在法律上很难证明是我们的孩子。那你有问过律师吗？律师说，如果循法律解决，恐怕旷日持久。最重要的是，事情会公诸于世，闹得尽人皆知。那绝对不行。如果让外人知道我们张家有个沦落风尘，三弟。大哥，这时候没什么好避忌的了。现在棘手的是，不只是那个凤姐，还有一个叫吴德的商人也狮子大开口，岂有此理！二哥，我们兄弟连心，你的事就是我和大哥的事。总之，安安非要回来不可，而且她被乌龟婆收养的事，绝对不能张扬出去。三弟说的对。这是我们张家的事，我们要一起去面对，一起去解决。娘，娘，没事，别怕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了，没事。娘娘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这里是医院，你受伤了，我们把你送过来。
是不是见过你？你上一次说你不舒服，请我载你一程。我那会就不应该把你放下车的。你是？她是我娘娘，也是你娘娘。娘娘？我是你妈。安安。我听过有人叫我安安，在梦中。你不是在做梦，红玉啊，不，安安，你3岁的时候被人拐走，华和娘娘想尽办法找你，终于帮你找回来了。对不起，安安，我让你受苦。我对2位大老板是慕名已久，今天有幸见到2位，真的是三生有幸啊！三生有幸啊！你少在那边恶心啊！有屁快放！啊！我是商人，2位是商人，商人嘛，咱们就在商言商。那我在红玉身上花了不少钱，这点呢，凤姐是最清楚的。总不能让我做赔本生意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1分钱都不给你，你又能怎样？我能怎么样？2位大老板，我可得罪不起啊！只不过这事要是传出去的话，对2位的名声也不好啊。不像我，背后指指点点的人多的是，我早已百毒不侵了。红玉身上的伤是你造成的吗？哎呀，这不就是爱之深吗？那你们2个也是男人，应该可以理解嘛。有时候情到浓时。还能好好怎么动手了？你们到底是不是来谈事的？我们兄弟俩，如果今天在这里掉根头发，我保证你们从这刻开始，别想有好日子过。不信，你就试试看。扶侯老板进去包扎伤口，去！还愣在那里干什么？拿个杯子。哦。2位大头家，我知道你们财雄势大，我就算吃了豹子胆，也不敢得罪你们。不过你们也得体谅我，我好不容易把红玉养大，就等她来给我养老送终了。你少在那里叫惨了。你不是开口要20万吗？我们加倍吧，200万，怎么样？大头家，你敢给，我也不敢拿。你要是敢拿，就烧给你。张老板，你是明理的人，我真的好不容易把红玉养得那么大，我把她当成是自己亲生女儿一样。就好，你还有脸说这种话？有人会对亲生女儿做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吗？既然这样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们请吧。3万。二哥，这种女人3000都嫌多。3万不是笔小数目，你该知足。不过有个条件，不准对外透露1字半句。好喝吗？是燕姐炖的。
这2天的菜也都很好吃。娘娘特地吩咐田叔准备的，田叔是我们家的总婆腮。总婆腮就是总厨的意思。你家还有总厨啊？是我们的家。你出院后就回到我们在翡翠山的家。翡翠山，我听过那个地方，说是有钱人住的。这就难怪了。那个女人如果不是看在钱分上，怎么肯轻易放过我？那个乌龟婆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怎么不喝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你走吧，别沾了我的晦气。姐，你别这样说，不要这样想。我能不这样想吗？我这辈子恐怕都要被人瞧不起，被人笑话，被人指指点点了。谁敢瞧不起你、笑话你，我就要他好看。姐，你是被逼的，你不是没有想过要摆脱那个臭女人，只是那个白阿丽，你把我送回那个女人的手里，我恨死她了。白阿丽也是迫于无奈。你知道我这些日子以来是怎么过的吗？我生不如死啊！这些日子都过去了，我们别再想了。什么？他跟你要3万块？他这样糟蹋我们的女儿，他还有脸来跟你要钱啊？舒淇，你先别激动，小心身体。不给他钱，他不会罢休的。一旦闹上了法庭，就会变成社会新闻，那就尽人皆知了。到时张家就被人笑话，被人指指点点了，对吗？不是张家，是安安。我不想让安安上法庭，不想让他跟那女人有纠缠，不想让他成为记者笔下的人物，更不想让他被人指指点点、说三道四。舒淇，我的心跟你一样痛，可是我们要让安安往前走。我跟大哥、三弟都谈过了，我们说这个事情就到我们3兄弟，你、安安、新娘为止，其他的家人一概不让知道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觉得纸可以包得住火吗？如果不这么做，别人会怎么看安安？现实虽然很残酷，但是他就必须去面对、去克服。我们要让他知道，他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一个人被泼了脏水，该死的是那个泼脏水的人，不是那个被泼者啊。就好比新娘，她从小就在小乞丐、小骗子的嘲笑中长大，但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啊。安安和新娘不一样，而且我们要想的不是只有安安，还有娘娘。娘娘一直觉得是她没有顾好安安，才会让坏人有机可乘。她内疚自责，如果安安的事情又让她知道了，你觉得娘娘受得了打击吗？我知道了。我到翡翠山之前，从没有一个真正的家。我跟着我娘娘，不是睡街头，就是睡巷子。我也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，全身邋邋遢遢，有时几天没冲凉，头发都长虱子了。我真的不敢相信，妹妹，你瞧，你现在多漂亮！你才漂亮呢！漂亮对我是诅咒。我如果生得丑，我就不会被糟蹋、被欺辱了。姐，妹妹，
你穿上这身衣服真的很漂亮。这是娘惹装，我们家是土生华人家庭，男的叫爸爸，女的叫娘惹。娘惹跟一般女子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现在没什么不一样了。以前如果是大户人家的娘惹是足不出户的，现在的娘惹很多都读过书，而且是读洋书。我没读过书，大字不识一个。没事，你想学我教你，你也可以去上学。上学？我都几岁了？一点都不迟，现在有专门给成人上的夜校。我到翡翠山时，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娘娘要我去上学，我还跟她斗法呢。不过啊，我们娘娘太厉害了，她就是有办法让我乖乖上学。我现在正等着上大学。妞，大嫂，弟妹，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说，你坐下说吧。淑琴，你身体没事吧？我身体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那就好啦。你说你有事跟我们说，我的心还不安呢。淑琴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说，有妞要帮你做主。安安要回家了。你是不是早知道啦？知道什么？真假公主的事啊。什么真公主、假公主？张新娘是假公主，真公主张安雅又回来了。什么真的假的？你还嫌你这张嘴惹的麻烦少吗？你能堵了我的嘴，能堵底下人的嘴吗？你去问阿珍吧，看底下人是怎么说的。那你就管住他们的嘴，叫他们爹嘛。主人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底下人说长道短的？啊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啊？找到女儿的又不是我，这次不会再出现冒牌货了吧？哪来这么多冒牌货？那猎枪走火的事，你说他会记得吗？记得又怎样？不记得又怎样？他现在回来就像个陌生人一样，有他说话的余地吗？娘娘知道后，还好吧？唉，二嫂话都还没说完，她就哭了。老大那女人也很会做戏，陪着一起哭，唉，害我不得不也挤出几滴眼泪来。二嫂怎么跟你们说的？她说安安是被人口贩子卖给一对刚崩老夫妻，老夫妻无儿无女，对安安很好。她是在老夫妻死后才知道，原来自己不是亲生的，就到处打听自己亲生父母的下落。不过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问我？嗯，我问谁去啊？能不能轻一点啊？来了个真公主，那张新娘那假公主怎么办啊？扫地出门吗？什么扫地出门？老太君已经亲自下令了，真公主是公主，假公主也是公主，谁敢对新娘说句不好听的，绝不轻饶。哦，啊，那老太君说了不止一次。他说他这条老命是新娘来了之后才救回来的，自然把她当成心肝宝贝了。唉，你叹什么气啊？我能不叹气吗？哦，痛啊！娘娘，你的白发太多了，我拔不完呐。哎呀，我白发能不多吗？天天受气。算了算了，别拔了。啊，我在你拔的心里啊，早就跟一个死人没两样。就连我平时最瞧不起的李淑玉，都欺负到我头上来，更别说是李淑琴。她现在有这个鬼灵精新娘在旁边护着，
现在还来个真命天女，肚子里还有一个，我们母女俩说不定就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多一个人，自然多一份力量。不过，多一个人也可能是多一份麻烦啊。啊？就让真假公主去争宠，去斗个你死我活。我们呢，就在旁边看好戏吧。这就是我们的全家了。你3岁那年，跟着你妈妈还有小姑到庙里去上香，但是被坏人拐走了。坏人把你带到甘崩去，卖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老夫妻。你是在他们去世之后，才知道自己被领养的。之后你就到处打听你亲生父母的下落。安安，所以你要我彻彻底底的把周红玉给忘了？可是忘得掉吗？你需要时间。即使我忘了，你们呢？其他人呢？安安，重要的是你，不是别人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忘记过去，你就直接面对它。过去没有办法改变，但你可以改变自己，让自己变强变壮。到时候，再不堪的过去也不会成为你的困扰。姐，怎样？娘惹衣服穿的还习惯吗？还好。妈妈知道你今天回家，特地吩咐厨房准备你爱吃的菜。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喜欢吃什么？是5香。只要餐桌上有5香，你就会不停地吃。我不记得了。娘娘，回家之前，我想去一个地方。凤姐，什么事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一定会加倍奉还。韶华一生，经雪与咱相识梦一般。若是美梦就不遗憾。月色温暖，眼眶盈满，不敢回望，害怕转身会失望。岁月漫长，步履蹒跚，沾染了过往。提起往事里。